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早在 iPhone 13 Pro 引入120赫兹刷新率时，标准版用户就只能眼巴巴看着 Pro 机型，享受这份丝滑流畅的视觉体验。但直到 Android 低端机都已经普及高刷的2024年，苹果依然没有给 iPhone 标配120赫兹，也难怪会被大家继续调侃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但就在 iPhone 16系列开售之后，知名分析师 Russ Young 表示，这条从 iPhone 13系列延续下来的祖宗之法，将随着下一代 iPhone 17而被打破。作为显示供应链咨询公司 DSCC 创始人 Russ Young 在苹果设备显示屏方面的爆料方面有着很高的准确度，包括这一代 iPhone 16和16 Plus 将继续采用60赫兹刷新率屏幕，以及 iPhone 16 Pro 和16 Pro Max 屏幕扩大到 6.3 和 6.9 英寸。就在近期 Mac Rumors 援引 Russ Young 报道指出， iPhone 17标准版以及全新设计的 iPhone 17 Air 将全面标配120赫兹高刷，并且支持 ProMotion 自适应刷新。ProMotion 自适应刷新意味着 iPhone 17 Air 可以在不同场景下智能调整刷新率，从而实现日常使用中续航的优化。需要指出的是， iPhone 13 Pro 最早支持 ProMotion 时，最低能降至10赫兹， iPhone 14 Pro 之后的 ProMotion 最低能降至1赫兹。而截至目前， Russ Young 或者其他可靠的爆料源并没有进一步指出 iPhone 17与 iPhone 17 Air 是否会全面看齐最新的 Pro 系列支持1到120赫兹的 ProMotion 自适应刷新。除了高刷带来更高的流畅度， ProMotion 的自适应刷新也能带来不同软件场景下更低的功耗，理论上也会顺带支持 AOD 息屏显示功能。但到 iPhone 17，苹果真的会全面拥抱自适应高刷吗？恐怕很多人心里还是打鼓。要回答这一点，我们首先还要先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苹果为什么在标准版再坚持不上高刷。ProMotion 第一次出现是在2017年发布的 iPad Pro， 但直到4年后，苹果才终于在 iPhone 13 Pro 上开始导入 ProMotion 自适应刷新率技术，支持10到120赫兹的屏幕刷新率。很快 ProMotion 就成为了 Pro 系列的标志性卖点。然而对于 iPhone 标准版的用户来说，始终只能享受到60赫兹刷新率的屏幕，这背后当然有一些成本上的因素，但最重要的还是苹果对 Pro 和标准版两条产品线泾渭分明的定位。 Pro 系列一直以来都定位为高端专业用户的首选，主要面向对性能、显示效果、相机功能有更高要求的用户群体。 Pro 系列通常配备最新的技术，比如更高端的摄像头模组、120赫兹 ProMotion 高刷新率显示屏，以及更强大的处理器和图形性能。另一方面，标准版 iPhone 则定位为主流市场，目标用户是那些对日常使用体验有较高要求，但不需要最顶级硬件配置的消费者。标准版在保持优秀的流畅性和综合性能的同时，通常会省去一些高端配置，以降低成本，让更多用户能够以较低的价格享受到 iPhone 的生态系统。在这样的定位下，高刷自然是影响 iPhone 标准版产品定义的一个重要因素，用户感知也是另一个不得不提的因素。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屏幕刷新率的差异并不像处理器性能那样一目了然。如果没有直接对比，许多用户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60赫兹与120赫兹的区别，尤其是在日常使用场景中，用户感知并不显著。苹果或许也深知这一点，他们可以在不影响大部分用户体验的前提下，保留高刷作为高端机型的专属特性。那些对视觉体验有更高要求的用户，自然会为120赫兹的流畅感支付更高费用。不过，区分产品线或许才是最核心的原因。苹果对产品的定位和区隔一直非常精准，标准版 iPhone 和 Pro 版之间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相机、芯片等硬件上，屏幕体验也是他们用来拉开价格差距的重要手段。通过将 ProMotion 限制在 Pro 系列，苹果得以维持 Pro 机型专业和顶级的高端形象。此前，苹果始终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种区分，不让标准版的亲民定位和 Pro 系列的高端身份之间产生模糊地带。毕竟，如果所有用户都能在标准版上享受到与 Pro 相似的体验，那 Pro 系列还能有什么独特性可言？到了 iPhone 17上，苹果或许不再需要用 ProMotion 来划分标准和 Pro 机型。iPhone 16系列的升级幅度显然不算大，甚至可以说有些乏味。而从目前来看，明年对于 iPhone 来说注定是一个大年。首先是 Apple Intelligence 的全面落地，按照规划，苹果今年只会面向部分英语市场上线 Apple Intelligence， 明年才会扩大到汉语、日语、法语以及西语市场。从这个角度看， iPhone 17系列才是苹果的真正首款 AI 手机。考虑到苹果的调性，应该不会在端侧 AI 能力上区分标准版和 Pro 机型，尤其是从应用开发层面上，但在部分 AI 功能上，苹果区分标准版和 Pro 机型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另外 AI 也在挑战 iPhone 的内存。在 iPhone 16上，苹果已经全系标配 8GB， 但到了 iPhone 17 Pro 系列，最新消息显示将单独配备 12GB 内存。与此同时，苹果还将在明年首发台积电2纳米芯片，也是台积电首次导入 GAA， 在性能和能效上可能带来大幅改进。另外，苹果一贯重视生产线的优化，减少不同配置带来的复杂性，可以显著降低生产成本。将高刷新率屏幕作为所有机型的标配，将进一步简化供应链管理，提升整体的生产效率。总的来说，尽管 Promotion 技术下放到标准版的举措引人注目，但在真正决定 Pro 和标准版差距的核心因素中 ，AI 和芯片技术才是关键。Pro 系列将继续通过这些尖端技术，在高端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而标准版则通过 Promotion 和其他基础技术的普及，吸引更广泛的用户群体。从一定角度上看，这依然很苹果。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你期待标配了 Promotion 的 iPhone 17吗？欢迎与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请订阅关注 Jeffrey Tech。我们下期再见。